Spiritual没有用。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万事问玛丽，生活无难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晴雨玛丽。我们今天呢，不是只有我们，还飞了娱乐玛丽。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那个娱乐玛丽，我是金旺。对，为什么今天会我们两个一起出动的？第一次合体啊，有点紧张哎。你紧张吗？因为其实就是今天的那个阵仗有点稍微大了一些。对，而且就是我们看了他们很久，我们默默的看了他们很久，就是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的孩子嘛，就是孩子赶快长大的感觉，还是自己的媳妇要嫁出去的那种感觉。对，有一点。欢迎三位那个该怎么说？成员。大家好，我是男生配的 Neo。大家好，我是男生配的艾瑞瑞。Hello， 大家好，我是男生配的冠宇。OK， 三位帅哥来到现场。对。我首先问一下冠宇，你本人知道，应该是说你在上节目之前，你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你是很夯的吗？我不知道哎。你以往没有那么夯？以往不算有，因为其实在台东接触到的人也比较少。那有没有后悔搬去台东？不会，我很喜欢台东，对，但是会觉得是一个新的生活体验。那这一次就那么夯，有没有一点受宠若惊？我有吓一跳，但是我很感激啦。就是我其实也有时候不太知道，就是大家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对，你不知道他？那两位觉得别人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也是蛮幸福的。那两位朋友分享一下，觉得大家喜欢冠宇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吸引人的简单吧，然后讲直一点，其实还是同志圈也蛮喜欢异男样的男生。他没有很异男啊，波波才异男吧？没有，我觉得他也有。真的，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是哦，会有异男样的定义，三位你们觉得是什么？对。我觉得是一个讲话的方式，还有他的作为啊。什么作为？你说你看他做的方式也是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跟瑞瑞可能比较常也是比较像翘脚，像这种翘脚式，当然身材也忽略不掉了。对，可是身材没有脱看不太出来啊，就是有脱啊。对，听说最近在增肌，是不是？就是吃的比较多一点点，因为以前有点太瘦了。对啊，然后会觉得好像，因为毕竟职业还是跟体适很相关，想要壮一点点，比较让人家幸福啦。不是，对，不是，就是让客户觉得这个教练应该可以信任。对，比较有那个对，不是幸福力，说服力，对。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了吧？对，比较幸福啦，会说服人啦。听说就是这次在那个选拔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上百人，他差不多600人选出你们这些成员，自己被选上被通知的那个感觉是什么？第一次接到电话说，你可以来上节目那种感觉。我如果说不意外会很不会啊，很好。就是因为我其实当初大概有猜到他们想要一个比较多元的阵容，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台湾也找不到第二个 Neo 吧。所以你是说那个600位放眼望去，只有你一个是这个类型的？自己讲好像有点自大，但好像是真的我内心的。不会，我觉得这样很棒。我自己是觉得我600位可能也找不到第二个艾瑞瑞。真的。但我的想法比较不一样，我反而就会觉得说，哇，这600位找不到同类型的，那相对之下，这个类型可能就不那么受欢迎。所以节目组可能也比较不会找我这个类型的人，殊不知他们非常有质感，很有眼光。真的哎。那我的话是，我就会觉得我应该是600位里面很常见到的人。对，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很震惊的是，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被选到，对，因为我其实
没有这些机会去接触到影视相关的活动，对，然后会觉得好新奇哦，然后也很想要一起就是再多认识很多很棒的人，所以是很开心的。然后就发现自己其实大红的，你知道吗？我偷偷讲哦，就是他也是不用偷偷讲，直接讲吧。对他也是看了以后一直被没有到这样啦，只是觉得稍微可爱了一点点。谢谢。干嘛害羞？对，有点小害羞。怎么会想要就是对想要报名参加这个？报名参加这个节目，对啊，因为其实这就直接是要公开自己的形象比较私密的这一块。对，因为我原本就没有避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蛮常跟人家讲说，我好像一生没有在柜子里的感觉过。一出生然后就对妈嗨的，对，就是我好像就觉得跟我吃的喜好啊，我平时的喜好也没什么两样，它就只是我这个人的一部分而已。所以我个人觉得。当然不是说每个选手都是这样子的状况。选手，我们在参加选类，那个参演者，成员的，对，就是有一些像波波，他可能刚好是最近才出柜，那他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但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去或许认识新的对象，因为像。这个时代也什么都尝试过了，有下载了交友软体，有出去酒吧啊、夜店啊，认识朋友的朋友，就是各个方式都试过。感觉恋综的确是一个蛮独特的机会。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可能是我外表的关系，大家第一眼看到我就会说想要跟我当朋友，或者我觉得你很好相处的感觉，在男同志这个圈子。对，那甚至有一些人会叫我姐啊，我不懂，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比我大的人还要叫我姐，他们可能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形象吧，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爱这样，但开玩笑还好。但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节目？当然就是第一个动机就是想谈恋爱嘛，再来是因为大家大部分看到我的外在都会想要跟我当朋友的状况下，我觉得在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就不对了。我今天来这个节目，大家都是想要谈恋爱的这个动机，一起进来就知道其实这个人我可能可以跟他发生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机会，可以把他当作恋爱对象。对。那我是因为刚当完兵的时候，就是对人生规划还没有很明确，就那时候我在想要留在高雄啊，或者留在台东，就是做体适能，就还没有很明确。然后刚好有就是演员的朋友就说，有一个节目在真人，你要不要去？试镜看看这样子，然后想说，好像因为我刚好也在情商当中，然后刚当完兵也没有其他计划，就想要试试看。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以前交往的对象都很短暂，就是可能都没有这么的认真想要经营一段关系。是你不认真还是对方不认真？没有，就是刚好可能双方的价值观不合，然后双方也都还没有很愿意在关系中。就是真的要确定是彼此这样，所以我就觉得那透过恋爱节目方式，应该是大家都会想谈恋爱吧，所以就会觉得那来谈恋爱吧这样子。因为其实6天5夜的时间也算蛮紧密，大家相处在一起的，对不对？那个当下的感觉是什么？而且要就是这么多摄影机在旁边这样子一直拍你们那个。你们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吗？就是不能挖鼻孔，对啊，或是不能太怎么样子，有自己在告诉自己，就是意识到镜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潜意识的，就是他们其实给我们的环境算是舒适的，其实不会一直注意到有摄影机在那边，不时的真的会忘记。是他们有藏好是不是？没有，他们就很没存在啊，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对，没有，我们知道他们就在那，可是我的所谓没存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也不会发出声音，他们也不会给我们任何提示，他们就在那里。对，而且他们自己有那个对讲机，所以我们不太会听到他们发声，但他们自己已经就是都安排好了。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一直放在那里的东西，所以大哥听了会难过，没有存在感。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他们工作做得很好的，很厉害，他让我们很有安全感。那些节目的过程中，你们有特别现在想起来马上第一个想到第一印象的桥段或是发生的事情吗？桥段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我一进房间，然后就一直拉牙。一开始的时候他真的很大只我真的是没有在开玩笑。对，然后我觉得刚好波波也蛮勇敢的，他就是帮我清除那只拉牙，但我就对他的好感度有上升。不然其实我好像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跟波波分到同一间房间的时候，我想完蛋了。他就是一个
也不是没有火花，他感觉就是很直的一个男生，然后感觉呆呆笨笨的，对，但后续的发展就是蛮意外的，对。那个时候好感度增加，有把他往恋爱方向、恋爱对象的这个方向走一点。有。可是你们后面变好姐妹？我觉得也不算是好姐妹还是有不同的发展。我觉得不算是好姐妹。我们还没看到的地方，还没看到后面，还没看到后面，搞不好有意外的发展。而且对，我忘记节目有没有播出那个拉雅的照片，好像没有，没有，就是我跟你们闪过去。说那个拉雅超小的，然后都超大，他们在那拉雅，然后我们全部的耳机都爆掉，我们就拿起来就干嘛？哪有那么大声？然后后来他们结束之后给我们看照片的时候，我们想说。什么意思？也太，所以你有在现场？我在现场，我有跟着6天，然后我们从声音跟那个画面监视器，而且我们是 GoPro 放在房间里看，我们看不到那个到底拉雅有多大只，所以我们就会觉得真的很大，知道他们两个这么亲密的互动，太好看了。然后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看说你看有多大只的时候，我们全部的工作人员就想说，刚刚是一场戏吗？我是认真害怕，而且我一开始还想说，哇，这个制作单位很用心，还去抓一只拉雅。以为是我们 say 的，对啊。可是殊不知，因为这次来他们感情有点升温，我觉得有，就是有那种就是同舟共济的感觉。对，我觉得一开始我可能比较不会跟波波讲话。我知道，因为我会观察，我还在观察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很打开，对，有点难忽然这样插进去。所以，没有，我是说那个新房。我觉得是看到那台电话。因为其实你当初你不会知道，那个你在电话里讲的声音会不会有被变声啊？对，殊不知其实出来的声音是我们的声音。对，然后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是被临时 Q 的，然后就临时被 Q， 他就说来你要选一个人，然后你要问一个问题，我就想说。所以在前面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会有电话这个桥段，不知道，没有被告知，没有。然后就是我就觉得你要在那一刹那选人，然后选要问的问题，然后他显然他听你的声音一定知道是你。我觉得这整个就是心里的感受的确是非常的紧张，对，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电话的桥段吧。制作单位为什么不变声处理啊？我一开始也以为应该会变声。对，我们跟其他的恋爱综艺节目的差异是，就是其他的恋爱综艺节目是故意让每个人打到他自己的手机，不管是传讯息或者是讲电话，你可以明确的知道是谁打给我。即使就算没有自己装模作样的假的声音的话，其实也会知道是谁。然后还有就是这变成会是这两个人知道，可是其他人其实不知道这个情况。那我们故意设计的是，他是打室内电话。他是打房间电话，而不是打手机。就是接起来的人，其实就会有点听到，假设是你有打来的，我就会期待他是打给我吗？还是打给别人？这个很新奇，就是我们在营造出说接电话这个人，其实他是上帝视角，他知道你有打给艾瑞瑞，或是艾瑞瑞打给谁，对，但是他可以选择说或不说，他可以告诉他的室友或不说。那打电话的人就会明确知道，完了，我打给艾瑞瑞被他知道了。对啊，所有人都在旁边呢，紧张感就出来了。对，然后结束之后，可能他们私下会讨论说，我跟你说，昨天艾瑞瑞打给你哦，这样之类的。对，所以其实可以制造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的话题，然后也可以跟其他的恋综做一些区隔。而且你这样子就是接电话，那上帝也有可能心碎啊，因为比如说他喜欢是你就打来要找别人，然后对，就是在节目过程中就是有一直觉得自己心碎，然后又被缝补的过程吧，就是我心碎了，然后隔天好像又好了，有一直这样子。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这个拍摄的过程有一点像一个被压缩的平行时空，就是你认识和谈恋爱的过程，其实整个就是会放大，然后再加快速度。所以我觉得同时可以蛮快的喜欢上一个人，但也可以蛮快的放下一个人。因为你不赶快放下的话，这几天就要过去了，对不对？可是赶快就是要赶快加油，它才会一直持续啊。可是你有意思是，就是在那个好像只有在那个当下会觉得有恋爱的感觉，是吗？对，而且其实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恋爱，你其实是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对，因为恋爱它算是一个习惯的状态，就是为什么之所以这个分手会这么痛苦，就是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个人在你生活中的存在，结果他突然抽离了，那你就会心碎嘛。但因为我们毕竟
这才是6天5夜的行程，所以搞不好你有 crush 你有一个 crush， 但那只不过是1-2天的 crush， 那你1-2天的时间内也可以把这个人放掉。对，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么习惯这个人的存在，对，所以其实你要就是说 OK 也没关系，其实蛮容易的。这是对你吧？另外2位嘞，搞不好有这么容易放下吗？对啊，性情中人。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我一开始来这个节目的动机就是我想谈恋爱，所以我会抱持着一颗哇，我就是来这里找一个，我一定要满载找一个而归对象这样子。所以当我找到1-2个就是我觉得值得放感情的对象的时候，我会慢慢的投入一些东西。但当我觉得我没有收到这些回馈的时候，我会觉得还好没有关系。但同时间我会观察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这样对他投入这些用心的人，即便他不喜欢我，那他喜不喜欢我是一回事，我想不想对他用心是另外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回馈都很好，对，然后他同时间也让我成长蛮多的，我觉得。反正到时候自己看，你们应该蛮喜欢的。我想赶快看我觉得在看前面几集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其实就放很进去，放很开，然后感情投入的很多，对，然后就是其实观察出来，就是虽然你平常是一个会带给大家欢笑，会在中间手一样的这个角色，可是其实你是不是有点悲观的人？要聊那么深好突然哇！要聊那么深，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就看出来，他就是真实的表情，因为他没有看访纲。对，因为我观察到你有很多一些小小的反应，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没关系啦，你有喜欢的人你就去啦，或者是那种对。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有不开心的一些东西在身边围绕着，对，不管是什么事情啊，还是家庭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会有一个观念，我会想说，我体会过这些东西，我不希望别人也去体会这个。那如果我能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我要竭尽我所能，我不要让这个人受伤，所以我才会去想帮助别人这样。我刚说哭了，听到他哭了。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对啊，就是有自信一点。有啦，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因为以前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观，现在哎呦喂，事故，放松事故，以前真的是非常非常悲观啦，但慢慢的就是我觉得自信会使一个人越来越漂亮。对，我觉得我现在过得越来越开心，然后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悲观，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不可能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是非常的开心，那个情绪这样也会有问题吧？对啊，所以偶尔冷静下来检讨一下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也是会跟你一样的人，就是那种就是他不可能喜欢我啦，没关系啦的那种，所以我看到你的这个小反应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哇，好揪心哦，我好懂你的那个情绪，然后就好想帮你加油。是不是有点太低估自己？有时候不是，是比较就是觉得说那么好的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对，就觉得自己一直都蛮衰的。给自己一个最悲观的一个想法，当有一个惊喜的时候，它当然是加倍的。对，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你已经准备好最坏的打算。对。关于你自己，我好像当然没有到说就是想爱的人爱不到，或者是就是很难过什么的。对，但是想爱都爱得到。不是，他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对，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但是其实我心中有一个小小的小遗憾，就是我发现我好像每个人都有，就是有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就唯独一个人，我没有跟波波约会或者是很近距离的聊天过，可能刚好都没有碰。对，就是真的是我们是。那个拍摄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在 IG 上聊天，然后我才想到这件事，好像没有跟他有这么深的交流，然后又把他约出来说，那我们约一下这样。我们搞不好以后可以约出来，就是多认识一下彼此，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个节目会让大家一起谈恋爱嘛，应该要再更把握一点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波波现在也很勇敢，我觉得搞不好我们应该是可以再多相处这样。很勇敢是什么？就是他比较能够表达，就他对他变得比较愿意表达自己了。有看节目，就是从前面到后面，他越来越放开的状况。恋综好看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着一个人恋综打。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本身在参加节目之前有没有看过其他恋爱综艺的节目？你会做一些功课啦。有，我有看《双层公寓》跟那个，也适合《双层公寓》。什么意思？
加双层公寓哦，真的吗？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那个单身基地对，我看了我忘记他那一部的名字了，也是一个韩国的，然后换成恋爱。不是，然后他有一个什么手机如果我对你有意思，然后我们走相近，恋爱的话请响铃啊，对，恋爱的话，我就观察每一个游戏这样。一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说，哇，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玩什么，然后没有哦，没有，我们其实没有脚本，我们就是设计，比如说第一天要去哪里玩，第二天要去哪里玩，这种一定要有一些设定嘛，好，就不然也要先定那个空间这样，那他都会猜到。对，我看到他一直在那边，等一下应该有下一个人，等一下什么，我想说怎么那么厉害？他只差没有猜到我们要给他们吃什么而已。我几乎每一个都猜到。对，制作单位耶，你也是蛮好猜，制作单位蛮好猜。我要回去调查一下有没有人偷塞那个 rundown 给你。那冠宇呢？冠宇有看吗？我没有看综艺的习惯然后知道自己可以自己可以录节目之后，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做功课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有那个惊喜感。对，我想要保留那个惊喜给自己，而不是先看别人谈恋爱的过程。对，这两位啊，就是制作单位跟旺旺都是恋综达人，可是我是从来完全一部都没有看过，然后一看到，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先看到海报，然后我说这什么东西质感怎么那么好，名字怎么取得那么可爱，然后再来就是看了预告之后觉得好棒哦，就是我很喜欢这种不会太矫情，然后很对矫情，因为很多解释清楚。如果说要讲到可能就是同志的东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对于我是就是异女的来说，可能会有点太多，或者说会觉得说那不是一个我可以亲近的世界，太远离你，对，就会让我觉得可能太重口味或者什么的。可是这一部就是让人觉得说很容易可以入口，像另外一位异女也是一下就被推坑这样。真的吗？他看第一集就觉得超好看，因为他也是恋综达人。你们有听到周围的朋友也是对啊，有一些反馈吗？有没有？有我觉得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限于圈内的人会喜欢，而且说实在，质感这个东西是一直我很 care 的事情，因为我很怕，因为他在拍之前你不晓得他成品会长得怎么样，那我很怕像同志比较以同志的这个东西为主题的一个 show， 他搞不好会放大一些刻板印象。对。那我其实是蛮害怕这件事情的，但后来看这个节目发现，它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结果。对，连我的一些直男朋友他们死不看哦，我就说给我去看第一集，给我去看。他们看完之后，他们就是有一些人已经订阅了。对，其实我蛮意外的，因为他们直男很难掏钱订阅，其实不太看，这蛮令人惊讶。我觉得直男可能就不太想要去面对内心的情感那一块，对，就是那种触动或者是什么的，就觉得不要那样。其实我却被触动了，却被男触动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男同志是不一样的世界吧，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有点好奇，对他们可能很好奇，所以他们就订阅这样，期待把他们掰弯。有吗？有期待？我吗？我不掰弯直男，他们都9万18块来找我。那冠宇呢？冠宇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也有蛮多直男有收看的，就是然后也都是很正面的鼓励，就说他们原来就是不知道，其实他们也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可能觉得同志一定就是要很壮，然后同志一定就是要短头发，对，然后或者是一定要留胡子之类的，然后他们就是看到说原来每个人的性别特征都不是人格特质都不太一样，对，然后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好像蛮特别的，想要再多看一下。你有让工作上，比如说同事或你的客户知道这个节目吗？但他的同事或客户都是长者我不会特别讲，对，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我不会说嗨，我现在在录节目，有人有刚好看到，然后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他跟我有这样回馈跟那个讨论的感觉，对，然后我的同事如果是健身方面的话，他们也都是觉得很酷，就是想要多了解这样子。我会觉得这个节目的质感是连长者都可以的，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可能家里的小孩是同性恋或者什么的，也许就是可以。就是成为他们的一个辅助。对啊，就会让他们更了解。回去做长辈图，在长辈赖群里面发烧，欢迎好之类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好。然后就这张照片。崔不是说你们就是号称自己是那个恋综界的四肢愈合？哎呀，我这个玩笑话你说出来了。对，就是影像风格，然后或者是叙事都
尽量让它比较温和跟触动人心。当然也会有一些刺激的drama 的戏码会在后面的集数会陆续上演。什么样有床戏是不是？每一个房间都有床啊，所以就是有的看到床就会想要做一些事嘛。